我跟你说啊，我80年代我是很有体会的。那时候邓小平提倡的厂长经理负责制，工厂是厂长说了算，机关是局长说了算，书记没有权的，书记是成了副配角，甚至当个工会主席都当不到。他把他冷落起来了，他把权力都调过来了，不是共产党掌权，这个问题在很大。有了权以后呢，他独断专行，他一把手说了算，有很多大项目、大工程呢，几千万，厂长这一拍个脑袋就行了，喝一餐酒或者是人家送个礼就成了。你看我是记得的，我们那个国营企业是生产潜艇的，那算是军工企业，中央投资几个亿，那时候几个亿相当于现在几百个亿啊。最后呢，上面拿了命令，就送几千万卖给不知道是哪个领导对家属，是家属出面，实在是领导。像这样的事，你说怎么搞？你说有信仰的工人、农民，那是干部，心里想不通了，一直到现在还想不通。这让手头人富是这样富的，国有资产就流失了，就让他乱搞，有多少厂长乱搞，有多少当官的乱搞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好多企业和单位都是书记说了算啊。你觉得还有什么跟以前的书记有不同吗？现在是这样的，国营企业它一直保持着这个老传统，但是现在说是说书记说了算，但是他的政策不到位啊。你说什么呢？像毛泽东他是搞什么运动，从头到尾路线方针政策怎么步骤怎么到什么样结果，说的很明白的。你现在当整风整什么东西？要是真正的整起来，通关的事好多，就是走过场搞形式。这等于是党内的问题吗？还是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啊？要说就是党内的问题，党内的问题集中在中央，中央的政策和他的策略没有到位。对通关，就是毛泽东在的时候上了几十万块钱就要杀头的，你现在几个亿都不杀头，这个就是你中央的决策者没有胆量，牵涉面太广，内部勾连挂角，纵横交错，关系网、亲戚网、同事网、战友网都有利益关系哈。包织在一起，挑了这个面子。你看，你习近平就是把江泽民的儿子抓出来杀头，也挣很钱的，对不对？你把邓小平儿子搞回来，把他钱退出来，这是其他的小官呢，根本不在乎，小官个个都瞎子定要的，是吧？这个你是搞是到处都搞，轰轰烈烈，结果呢都没有个结果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记得那是当官的，判了个几年徒刑，还搞个降外执行，还保留工作，那就是党内自己互相保他，那你这个老百姓就想不通了，是不是？你个做贼的偷几百块钱，搞得把他抓起来判几年徒刑，是不是？你的法律不健全，制度不健全，党规党纪不是一视同仁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但是我们两个这样说，是吧？这个还是有点反动思想了。我们私下说说就好了。不是反动，也不是反动。是吧？作为一个党员，对党的生活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，感觉很伤心，很难过。说起来，我们都是老百姓群众，所以也是没有发言权了。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哈，说不出去了，没有人管我们这些，你说的再好都没人听了。这样说起来，那个反腐都是还有多少漏掉的？光是毛泽东搞运动三反五反，他是上多少钱，有多少财产，你偷税漏税多少，他是怎么处理？你现在没有这个事，没有这个事，他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政策来，头上一头，脚上一脚，哪里出了问题就搞哪里，他没有长远规划。这样说起来，反腐也是表面工作了哈，做不到真正的实质的作用。很难断根。你看，原来是4几年人出问题，现在是5几年人出问题，最近有6几年的出问题，7几年也有出问题，这个就不是一点的问题啊，集体坏掉了，整个集体坏掉，不采取措施，不仁爱国痛，不采取这个疗伤刮骨，可能很难解决这个问题。人家对你有些对你领导有想法，说明你的群众这个信任度就下降了，你下降了，你就工作提不动了。你说的再好，他不听，人都有脑子，是不是？今天有一个叫董恒，是中央刑事组组长，刑事组组长是90几年成立的，最近查出来了，抓出来，好像是14个亿啊，他到下面去查人家反腐，人家就怕他这太重了，就送礼他都敢收，他都收10几个亿，你是怎么弄？他自己是反腐的官员是吧？他是都这个90几年判下来，
反腐的官员行使工作中，那这样子的完全坏了规矩了啊。讲的不好听，就是一个屋里面住责的人多了，领导要负责，群众要负责，当官的要负责，个个都负责，都头上责。是吧？官僚主义什么时候都有。毛泽东呢，太敏感了，对干部的管理啊，确实很细心。他发现这个苗头，他说官僚主义你不调查研究，随便做出决定，结果实践错了，这就是官僚主义，官僚主义造成的。第二个呢，不了解下面情况，在上面发号施令，乱说，不敢点错，错了呢也就算了，造成损失，这也是官僚主义造成的。好比那个经济建设，它是很关键的。你不懂章程，你没有专业知识下指挥，造成损失，这也是官僚主义。你不懂嘛？因为搞建设不会打仗，打仗我教你，但是搞经济建设是要借题发挥的。所以经商怎么样才能赚钱？多少比例占多少，又不违反政策，又不违反法律，又可以赚钱，这个就是业务要熟悉，经济要熟练。这个呢，你要做得到，你就会经常有利润了。你做不到，你就也等于是犯了官僚主义。没结果，那个时候毛主席刚刚脱腿政权，下面的干部很多没文化的，也很难。有时候毛主席讲的话听都听不懂，他得问别人这怎么回事。现在我们都看到毛主席很多诗词啊，都很难理解，他讲的很深奥，一个道理。那个时候解放战争大部分都是工农分子多，没读了什么书，打仗有一套。就玩小聪明，像小孩玩捉迷藏啊，他特别机灵，特别会搞，特别捉摸不到，打他不到。这就是像游击战一样，打仗可以，但是搞经济、搞人的思想工作他就不行了。就当时那个你看当兵10个9个是10个9个是说话，他要批评人，他不讲道理，他就他妈的逼，这个就是官僚作风，直接骂人哈。他是直接骂人。其实这个领导干部这个骂人是一种最低级的思维方式，是一种强迫命令造成的。他是非要人家执行，人家不听你的，你得骂人家，骂的不听甚至打人家，这也行啊。有啊，那个部队下来的当官的，他火来了讲蛮讲动嘴巴说没用，他说不过别人，没文化。这么说，要是有把枪在他手上，他可能还要打死人了。真的是有的，是吧？所以毛主席很担心，搞运动一搞就搞错了。这个人本来是不够条件杀的，他结果杀掉了，他就对社会有影响，对家庭有影响，对同事有影响，对亲戚有影响，对组织上对这个任务完成的很差，也有影响。所以是啊，没有水平的人呢，办事是很危险。那他当时是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？他担心的话，他经常一个是办干部党校，通过党校去学习，到哪个县里当县委书记，他是必须要把你送到省委党校去学习。确实有几个问题的，怎么样工作方法呀？怎么样熟悉业务啊？怎么样讲工作办法不多啊？他都要讲行政路线啊，单位工作方法呀，他都讲很多。你回来你就不能像你自己凭意识、凭个人兴趣、凭个人的好像心血来潮去办事，能办你就办不好。所以大理支部书记就到县委党校学习，知道吧？我明白了。这样看起来，那些领导还是个个都还是有学习能力的哈，还是有一些能力。不是有学习能力，也有的写字都写不清楚。跟我一起在党校学习，有的头改干部，自己名字写的怪怪的，叫他写文章怎么写得出来？所以那个组织措施很多的。你搞医院的所长，你就要到县卫生局去办培训班，九江卫生系统办学习培训。一般我们是去进修，上级医院或者是更高更专业性的医院去进修，学习1年2年都有。是。他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所以搞防御，他就派你去学防御，回来你就要怎么指导防御工作。是的。政府也是这样，政府也是这样。分管经济，上面有经委、经济委员会，有经贸委，他要开会，所以国家的组织机构是很庞大。像你们当时那个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不？他们有冤枉的会怎么去处理呢？会怎么办？有冤情的话，真的是多的，特别农民土地问题、分配问题，或者是有的干部
侵犯人权，霸占人家的西户，这也有作风问题，有的呢是或者是房产问题，家庭纠纷。以前是很多拆迁吧，拆迁那个时候会出现很多矛盾哈。很多，还会对这些年政策问题落实政策，他没有落实，是吧？人家不服，也有很多是有实际情况的，他不管那么多，他的目的是一个达到自己的目的，第二个是把你搞垮，让你受处分，他就算假恨。那个时候老百姓有这种渠道不？有的，有信访，城里面有治安主任，乡里面有治保主任，有一级一级的上访工作是吧？他是能跨级不？还是公社的叫特派员，哦，公安特派员，他是处理民间的一些事情，小事都由他处理，但他处理你不服，你可以上访，上访的，但是你不乱起上访，这个国家有规定，你乱起增加了上面负担，所以80几年、90几年，北京天安门上访人潮涌动，一天都几百人上千人，甚至多的是上万人。有的是领导打击报复，我听你意见，你这小辫子整我，这叫打击报复。有的是影响经济收入，有的是影响小孩升学，很多这个社会有的现象都会有人反映的。你这个政府不明了，对方解决不了，问题往上告，说明你对这个领导没水平。矛盾上交叫矛盾上交，矛盾上交都要上交了，就会造成社会动乱，成群结队，那就成为动乱。所以这个东西解决的不好是会出问题的。毛主席每一篇文章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动笔写的，他要做调查，他研究，他调查的方法很多，有来自政府官员的，有来自基层的，有的来自他警卫员的，他警卫员经常轮换的，来个3年5年就换一批，完了以后他就开会交代任务，你们互相做调查，生产队、公社干部作风问题、农业生产问题、群众生活问题等等，警卫员的如实反映。这是个好方法啊，不会脱离民意啊。就这个调查都是毛主席从党会里面拿钱拿出来，弄会制裁都是他开支。这个方法好。要有组织之面的，那是组织单位也报销，不是组织之面，是毛主席自己安排，毛主席自己解。他经常叫警卫人下去调查，了解民情民意哈，真好。对毛泽东，人家说他伟大，就这样伟大。像邓小平，他有点像那个过去军阀作风，不行，他不过头了问。当时也有很多领导提意见，社会主义可能没有了，那个国家搞了以后成个什么样子？邓小平就凶他，就骂他。他有的理论他是诡辩的，我知道有个理论啊，他为了把国营单位全部解体，把工人买到回家。下岗那个时候是吧？500块钱一年，10年就5000块钱，那10年5000块钱你就滚蛋了，就是单位没有挂工，所以你就没有工作了，下岗。但是他这样一搞，真的他有的是收敛工人的，对国家有贡献，你下岗了他就不能干自己的事了，他就到处找事了。有的有路子或者自己能干，就到大城市生根了。我是搞电工的，我电焊厉害，工厂要招电工，我就去了，他就业了，但是没有手艺的，可怜，那就搞清洁工的，搞清杂工的，搞后勤服务的，这些工人呢，很多是没有一技之长。他拿了钱拿回来以后，有的呢赌博读书了，有的呢为子女租房子住了，没有经济来源了，有的自己生病了，把钱都倒进去了，各种各样的。所以工人呢，原来是每个月都有收入，他慢慢的来，当时物价都便宜，是吧？也过得去。你一断档以后，那个钱用起来快点，没有来源的时候是很麻烦的。难富贫困户要救济了，尤其生病的，在公家做工的，得了粉尘，得了矽肺病，职业病蛮多啊，那时候。他是煤矿工人，职业病了，开厂粉尘多，煤矿、锌矿那很多了，都是有职业病的，有的影响肝脏，有的影响气管炎、矽肺病、肺气肿等等多得很。这样的一脚踢开，国家保障没有了，你就买断了。在这边这样做，工人就想不通。所以到现在，班上60、70岁的人呢，讲起过去有工作的时候怎么开心，没有工作的时候怎么痛苦。他要搞发了财呢，他是他个人的本领，他不认为是政策给他的帮助，
还有的呢是拿到公家的，后边有工厂，等他买下来的车间买下来了，他自己开，他发了财，实际是占了共产党的固定资产资本。那种他是有这里后台啊，有关系户才会这样啊，普通的老百姓也是有做不了吧？后台的也有，啊，没有后台的靠自己本事也有。本身他在厂里面做车间主任，他对那个流程都懂，他也搞起来很容易。加上现在是跟自己一搞，就拼命的搞，更有劲哦。也不顾剥削压迫。本来是工人劳动法是8个小时，他搞12个小时。本来是一天2000块钱工资，他只给1000，这1000你通过加班给了他，实际还是2000，这是剥削了工人劳动价值，这叫资本家。资产阶级。农村的承包的，这叫地主，是一样的。你请长工，请短工，先是摘辣椒啊，临时摘辣椒10几天时间，请人多少钱一天，你是到他那做短工，这个跟地主有什么区别？地主是长工、短工都是这样来的嘛，剥削人民的剩余价值。你实际劳动一天，我可以拿到500块钱，实际我得了10块钱，这是剥削的劳动价值。社会主义，他这个钱都在气体，都在单位。剥削也存在，但是他这个钱记得单位了，气体了，气体里面的退休工人多了，退休金多哈，发动机要磨损的材料、燃料、原材料，这都是要摊在成本里面去的，加上工人的工资、加班、水电、厂房等等都要算这个成本的。好比我这个草莓是20块钱，但是他机械化差不多一条龙。他生产的多，生产的快，他这钱都赚的多一点。用手工去烤那个杯子，那一天只烤一个，他就成本就高一些。物资呢都是贵一些。现在是一样的，你机械绣花跟人工绣花成本是2码事，这里面很多学问的，就跟你医院的医师是一样的，你学问越钻的越多。这个还是复杂一点哦，感觉流程社会上的那个工作流程还是比较多，涉及到的人员也多啊。我不是写的记忆里面，我写的，当时叫我到豆制品厂做厂长，豆制品厂实际就是用仿料加工成添加白叶、素鸡、素鸡，这个酱干、豆腐会做豆腐、腐竹、腐皮，它都要提成出来。但是这个工作都是晚上做的，很辛苦的，做了白天早晨拿出去卖，天热的时候中午就坏掉了，所以。这是一个，第二个，他要根据你的购买力有多少，一天能销多少，没人买，你生产出来东西都亏本了，都报废了，供大于求了哈。当时我那个厂里是可以供30万人，一个30万人一个城市的食品供应，就我们那个地方，包括农村加起来是3万人，那相差缺口太大了吧？不得了，他这个厂是怎么呢？是官僚主义形成的。这我要办厂。招商引资，我招一个，我办个食品厂，搞食品厂，那一下子贷款去搞起来，他不管，甚至我办了个厂，给上面交差了，他招商引资招了工厂，这样的情况都多得很。有的招来是搞消耗的，烧煤、烧电，搞耗能的，成本又高，赚钱又少，用电又多，这样他就亏本了，他不管，搞进来就可以。但是台湾也进来好多乌七八糟的。不是民营的工厂，台资厂是吧？炼铁啊，做家具啊。那他们这种的话，它是属于私营的吗？台资？私营的话，他们应该会考虑那个成本跟收益才会去开这种厂吧，也不会乱开吧？私营的是国家当时的出台有个政策，一个是招商引资，国家财政每年都拿出钱来招商，招一个给多少钱。第二个呢，你在这办厂，3年之内工厂你开起来了，你1年开起来了。3年免税，不收你税，他是做那个控制，本来是要1年搞起来，他那个厂小，或者针织厂啊、棉纺厂啊，他几个月就搞起来了，他那个设备都是陈旧的老设备，只要有电，工人能生产，他也给他免，开工了以后呢，财政局又给他奖励，所以呢，台资企业、外资企业对我们是有贡献，他辐射报道又奖励他。台资企业又送的当官，那当官的给我吹了，一吹了你送礼呀勾结在一起，他利润好呢，当官的他也出个1万块钱或者1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，就是等于他是入股了，入股。实际上是
变相的受贿，知道，变相的受贿，明白。他这种是吧？受贿还厉害，反正就收益高就更高了哦。所以你们不知道的，这里面很多很复杂的事情。你们搞个基建，搞一个工程，要做100万的工程，税务部门盯上你，有税要扣一点。他想偷税漏税，他做2本账，一本是对税务部门的，一本账是自己掌对握的。内的哈。他知道赚没赚钱，赚钱了他是私分了，他就偷税漏税，本来要该缴税的他不缴，就偷税漏税。偷税漏税的性质，国家原来是严格禁止的，某几年就有这个情况，就犯的偷税漏税，叫偷鸡倒把。那个手中的权利是倒卖。我这一担100斤棉花或者100斤谷子，当时值10几块钱一百，他抬高物价，那国家粮食部门的9块多钱的谷啊买过来，他卖出去，按照溢价卖出去，他是占中间的差价，那说偷鸡倒把。那个时候就有这些，我们明堂了哈。像你医院里，应该管的比较严吧？像你医院里谁被医药代表他来提销药品，实际是偷鸡倒把。厂里面进来的药是5毛钱，他整个省能卖1块5毛钱，他从中这1块钱自己也得送礼也送，他这样的人家都愿意给他，他提销有钱送，意思他也知道这个事，他也插一手，我给你销，他开厨房不管是谁来都要看那个药，他这个都是暗箱操作，既是受贿，也是一种偷鸡倒把行为，也是偷税漏税的行为，国家是不查，一查都是问题。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哈。现在太普遍了，这种难反了。谢谢。好，晚安哈，明天再聊了。拜拜。